最新推出的 AirPods 4降噪版，我已经实际使用一阵子了。而且前几天我去北海道的时候，我就在飞机上面实际测试它的降噪效果。先跟大家说呢，它的降噪效果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但是这一次可能会有很多人很犹豫，说需不需要加这个1500块来加降噪这个功能？因为这次 AirPods 4有分有降噪版本跟无降噪版本嘛，甚至有降噪版本其实它跟 AirPods Pro 2的价格是差不多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很犹豫，说是不是要再捏一下往上到 AirPods Pro 2呢？所以到底这次 AirPods 4它的整体表现如何呢？它戴起来舒不舒服啊？音质表现好不好？降噪效果如何？甚至跟前几代还有 AirPods Pro 2比起来有怎样的差异？我们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首先来看到外形的部分，这一次它变得比较小一个，就是跟前一代比起来呢，真的好小好可爱哟，就是真的在包包你会有点找不到它的那种感觉。如果你之前很常弄丢 AirPods 的话，要小心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这次也有一个喇叭在下面，然后如果你弄不见的话，就可以用寻找这个 app 来看它在哪里。然后这次 AirPods 4背面的那个按钮被拿掉了，就是以前我们要借 AirPods 给朋友听的时候，都要按那个按钮才可以让他们连线嘛。但是现在就是只要碰肚子就好了，等于它正面其实是有一个触控的功能。还有就是它充电孔现在改成 USB-C， 真的是终于。但是其实我这一阵子用下来，我觉得比 USB-C 更好用的是无线充电。就是因为我 USB-C 都会用来充手机嘛，然后我现在的用法就是我 Apple Watch 充完之后我就拿起来，然后用这个放在 Apple Watch 的充电器上面，就是那个小小的无线充电器，然后它对位非常快速，就会直接吸上去。而且 Apple Watch 充很快嘛，就是你洗澡完之后出来就可以把它再带回去，然后就换 AirPods 上去充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用手机的那种 MagSafe 的充电盘的话，这个会有一点对不准，所以我现在用起来觉得最好用的还是 Apple Watch 那个小小的无线充电器。这边呢，再补充 AirPods Pro 2反而是可以使用 MagSafe 的因为它够大，然后够宽，那 MagSafe 是可以吸得住的。但是如果它要用那个小小的 Apple Watch 的充电器的话，有时候会对不准，抓不到这样子。那再来嘛，看到里面耳机本体的部分，这次它的形状是有改变的就是我们有试过，如果你把它放到 AirPods 3的盒子里面是装不下的，就是完全不相容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蛮明显，就是这次耳型是比较合的，但是它的合呢，一样是让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然后不会不舒服这样子。但是也必须要说，就是我是一个从1代戴到4代都没有任何不适的人。就是它戴起来是比较不会掉的，因为我之前用3代，我觉得还蛮常掉的。就是你摇头啊，然后怎么动它都不会掉。我觉得你可以带着它去运动或者跑步之类的。所以如果你之前有戴过 AirPods 3，然后不适应啊，或者是你戴 AirPods Pro 你不喜欢那个耳塞感的话，这次4代是稍微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它形状有变嘛，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到店里面去试戴看看，就是看看你的耳型合不合啊，或者你在那边动的时候会不会掉这样子。那在我们讲到降噪还有通透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这次有降噪版跟非降噪版可以选嘛，分别是4500还有6000块，就是差了1500块这样子。那到底值不值得加1500上这个降噪版呢？那之前在发表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疑惑说，这种入耳开放式耳机到底要怎么降噪？没想到我自己实际用过之后，还真的不错就是我上个礼拜去北海道家族旅游，然后我就在飞机上试戴。就是大家知道飞机上其实蛮吵的，就是有引擎声啊，然后有那个空气循环的声音。然后我就戴上去之后呢，打开这个降噪，哇塞，它的这个去底噪能力真的超强的，就是那些空气的声音呢，立刻降了80%有吧。所以就是真的还蛮佩服，因为可能它这次形状就是比较贴合耳朵啊，或者是它的主动式降噪那个声波抵消的效果又更强，所以在飞机上那些背景音其实都被消得差不多。但是就是人声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高频的声音，其实是遮不太掉，就是大概遮个50-60%吧。但是就是开了声音之后就听不太到外面的声音，就是还是稍微听得到，可是不是那么刺耳。我们这边呢来给大家模拟一下 AirPods 4开降噪之后的那个效果。就整体来说呢，它的底噪去除能力非常强，但是如果有人在你旁边讲话，或是有婴儿在哭的话，还是多少听得到啦。但是呢，我觉得这可以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就是看你喜欢怎样的降噪程度。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不太喜欢 AirPods Pro 那个很强的降噪的感觉，因为其实主动式降噪它就是有一个抵消的声波嘛。那如果太强的话，有些人其实会头晕，或者你今天就是不喜欢完全听不到外界的声音，甚至呢你觉得有点封闭，然后闷闷的感觉。如果是那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 AirPods 它是一个很好的中间值，就是降噪效果中上，然后戴起来非常舒适，就像没有戴一样。我觉得它就是结合了两者的优点。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追求一个极致的降噪效果的话，还是必须要推 AirPods Pro 2，因为它的降噪真的是我听过蓝牙耳机里面最好的。然后我个人也会把它当成耳塞来用，非常好用。只是有个小缺点，就是可能戴久了耳朵会痒这样子。那再来我们回到 AirPods 4，我们来讲一下它的通透。我个人觉得它的通透非常自然，然后呢，你在讲话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变好听了。那有人好奇说有开通透跟没开通透差在哪？那我自己实际测试过呢，如果你没开的话，感觉对外面还是会有一个阻隔感。那如果你打开的话，就是非常的畅通，就像没有戴一样。所以有开还是有差的。那再来呢，我们讲到音质的部分，我个人觉得 AirPods 4它在音质方面比上一代真的好蛮多的，就是比较均衡这样子。因为像是我现在回去听 AirPods 3，我会觉得它除了人声之外的地方都变调了。然后如果我用 AirPods 4的话，我会觉得它的低音是真的有进步，然后比较饱满这样子，就不会说好像人声特别突出，然后整体来说比较平均这样子。但是如果要跟 AirPods Pro 2比的话，我觉得两者表现差不多。然后 AirPods 4有好一点点，但是不是很明显这样子。Baby, baby, you never really touched me lately. I get the feeling you're just not that into me no more. So, tell me, cause I can't read your mind, I'm sorry. I need a little invite to your brain, just let me know. This is so confusing, all I feel is useless. Trying to fix a problem you can't admit. 那最后呢，我们来稍微讲一下，你到底需不需要买到这个降噪版的 AirPods 4哦？就我觉得它的降噪程度算是中等，就是它没有办法真的去除一些很尖锐的声音。那我觉得在通透的部分呢，我觉得有通透跟没通透没有差到那么多，就是看你有没有在追求极致的不存在感。因为如果有打开那个通透，你真的会忘记你有在戴这样子。但其实我之前用 AirPods 3也会常常觉得我没有在戴耳机，所以我觉得是看你需不需要那个降噪的功能，然后我觉得它戴起来很舒服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是跟 AirPods Pro 2比的话呢，我觉得它的降噪效果比较好，就是 AirPods Pro 2的降噪效果比较好，但是可能就耳型啊、耳塞不适合的风险，或者是像我刚才讲，可能戴久耳朵会痒之类的。然后有些人他对那个很强的降噪效果其实会头晕或是不舒服，所以才会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还是去店里面试戴看看再买会比较好。那整体来说呢，其实我是蛮喜欢这一代 AirPods 4的降噪版的，就像我刚才带着它听音乐，然后开降噪，然后旁边有人叫我，其实我是听不到的，它要很近叫我才听得到，所以它降噪表现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啦。而且我那个音量才开50%，我就是没有很大声。那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 AirPods 4它不能像 AirPods Pro 2一样耳柄调整音量哦，这应该也是一个被挤牙膏的功能，就是如果今天给 AirPods 4调整音量的话，就会威胁到 AirPods Pro 的地位。这就跟数字系列的萤幕刷新率永远都不会有120Hz一样，就是那个产品线他们都会切割的非常清楚。所以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代 AirPods 4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要买这一代，就是真的好小好可爱哦。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